父母的房间改成中国风，今天先来帮他们断舍离，所以决定先把床给拆了。床架不仅发霉，还断了。啊，就这。这是弄啥嘞？这下终于有地方折纸箱了，开始收拾爸妈衣柜里的陈年旧物。接着拆铝合金隔断，没了隔断，空调管一览无余，所以要把空调移到右边。哪想到一抬头，石膏线也裂开了。既然改都改了，那就都拆了吧。结果拆到最后，竟拆出了电线，这怎么办啊？最后再把防盗窗拆了。今天就大功告成啦！总共花了2天时间，把原本又小又暗的卧室变得明亮宽敞了起来。明天我要尝试做个吊顶，把线管都藏起来，也不知道能不能。我想自己动手，把父母的房间改成中国风。昨天刚把卧室清空，因为拆除了电线，所以今天来做吊顶。亮就去买材料，总共花了不到200元。终于做好了第一个吊顶，清扫一下，继续做单眼皮吊顶，最后简单收个尾。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成果吧。哎呀呀，搞错了。猜猜明天我要在这里做什么？把吊顶做完，因为这里有柱子不能开槽，所以今天来做隔墙。切好板就可以开始搭木架啦。搭好木架就可以钉上墙啦。
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明天抬高地面来铺实木地板，大家觉得我能成功吗？我想自己动手。昨天刚做了隔墙和吊灯，今天来重铺地板。因为卧室内外有高差，所以打算抬高地面，就要把门框和门都给卸了。最后简单收个尾。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成果吧。今天来做个步入式衣帽间，出发买材料。是想用2个上学时的古建模型浅浅的改造一下。上下2个亭子底座都开好洞，后期好装灯泡。改中间穿线部分，拿走实心木棍，用废料切出8根等宽的木条，做一个8边形空心柱来穿灯线。继续做屋顶，一个模型大概6-7个小时，我们要做2个哟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接着来做连接配件。此处一定要选择低温灯泡哟。一起开灯看看成果吧。
得很费手，难怪这么贵。想自己动手做造纸模具，先用气枪把木条固定成框，再找出家里的防蚊纱，剪到合适大小，最后用钉枪钉上网纱，就可以开始造纸啦。明天来改造入户门，上回铺人字地板的时候都在说门丑，今天就来改造一下，去裁几块玻璃。老板刚好有几块废料，正好给我划拉划拉。然后回家先把门给卸了，接着在门上画好3个圆，确定好开孔位置，用电钻在圆心和半径上打孔，安装好开孔器，对上打好的孔就可以开孔啦。给爸妈进行了断舍离，总共收拾了54箱，今天就要来对他们下手啦。先来做个地台，增加储物空间。
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昨天刚做了地台，帮他们把换季衣服收了起来。今天打算来做床背景墙，因为老房线路难改，上回费了我不少劲。爸妈插座用的又多，所以这回打算明装改线。接着再用膨胀固定，然后根据画好的图纸来切板。我分成了6块，可以标上数字，方便辨认。接着在板上开好插座的位置，以及需要穿线的孔，然后用气枪固定。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之前做背景墙的时候，老爸就想要一幅山水画。我把造型和颜料都做好了，结果上色的时候翻车了。想着卧室还差一块地毯，我妈居然问邻居要来了毛线。我就这样赶鸭子上架开始做，先拿出卧室改造剩下的木条来打个落地架，记得框架要做大一些，底座用 L 型支架固定。打好了木架，再找块超大的画布，剪到合适尺寸，然后摆到木架上，一定要扯紧了再固定，检查下牢不牢，投影出想要的图案，就可以开始突啦。先打出边框，从下往上更好操作，慢慢打绝对没有问题。上色的话可以先打深色，再打浅色，渐变处可以2种颜色混在一起。然后就是不停扯线、凸线、拔线。接下来就是超解压的突。正当我以为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，出现了很奇怪的形状。应该把这个弃掉，然后把这个山的走势留下来。只好拔掉重来啦，还好不算特别麻烦，总算涂完一边。接着来涂另一边，现在我已经是玩毛线的老师傅啦，也就干到凌晨3点，手上的老茧也就多了2个。最后简单收个尾，剪掉多余线头，背面涂上白乳胶，胶干后收边，先铺一层衬布当做双面胶，再铺一层防滑垫，熨斗一趟就粘在一起啦。再用电推子推，修掉那些长的毛线，最后再用剪刀修剪细节。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做了个手工模型，先用2毫米木板来搭个卧室，准备好墙体再来切一下柱子和梁，先用 U 胶组装起来。
这样一个卧室的框架就搭好啦。接着来做吊顶，本来中间有道梁把房间一分为二，做上吊顶就成为一个整体啦。再在上面开出筒灯位置，布置好吊顶里的灯线。装灯时要在接线处烫一下热缩管，开灯看看效果，然后装上隔断，等胶水干透以后就可以开始抹腻子啦。腻子干了以后，用砂纸轻轻打磨，然后刷上温柔的可可淡奶色。等漆干的时候，拿出不用的整席来制作地板，把它们切成小竹片，再进行打磨。花了整整1晚上才产出300片地板，接下来只要有耐心就可以啦。接着根据模型尺寸修剪好大小，最后整片铺上就完成一大半啦。接着来刷新窗框，给它刷上白色。老式铝合金窗用久了难推拉，几乎毫无隔音可言。下回给爸妈换个系统窗，隔音隔热效果都好。关上窗后来做地台，增加储物空间。先来搭好底下的木框架，家里少虫干燥才比较适合做哦。然后来做榻榻米垫，给它4周包上边。最后简单收个尾，做些软装放进去。打印了2个上学时的古建模型，到时候上下拼起来装上灯泡就是一盏古建灯啦。接着来组装收纳柜，要挖出滑轨的部分，这样装起来以后才能进行抽拉。然后给它们分别刷上木蜡油。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爸说让他想起了童年，最近老许迷上了养鱼，正好几个月前我在旧货市场淘了个旧电视，花了120，今天来把它改成鱼缸，先把电视再用角磨机切掉后板，简单冲洗干净。旧电视少了个按钮，先用犀牛建个模型，再3D 打印出来，最后上个色做旧处理就好啦。这样我们的电视框架就处理好了。接着给鱼缸造景，这个家不养咸鱼，你们也要学点技术，比如玩玩乐高积木，提高空间想象力。今天先来教你们搭个园林，放松下心情。先搭建一个场地，给你们挖一条小溪，周围的绿植也要安排上，让园艺师傅把植物搭配好。准备就绪，就可以开始最后的搭建啦。植物元素都可以自由搭配，学会了吗，小鱼？最后简单收个尾，把模型放入鱼缸，再把鱼缸放入电视机，最后给鱼缸加水，放入我们可爱的小鱼，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先用2毫米的椴木层板接触墙体，调节小锯台锯片高度，锯出柱子，清理一下，用油胶将它们粘起来，这样房间的框架就搭建好啦。拿出睡了多年的整席来做地板，也就切了几百块吧。接着耐心铺地板就可以啦。使用油胶时记得带上指套，避免油胶腐蚀小手。把地板粘上，这样我们的地板就铺好啦。接着再来给爸妈做个步入式衣帽间，不仅造价便宜，还非常能装。侧边做上洞洞板，可以随手挂一些小物件，自己做费用直接省一半。接下来就可以刮腻子刷漆啦，先做上保护，再来抹腻子。等腻子干透后，用砂纸打磨平整，最后就可以刷上温柔的可可淡奶色了。撕掉保护膜，房间整体的效果就出来啦。然后来做衣帽间里的挂衣架，挂衣服比叠衣服方便多了。最后把自制的小衣架放进去，再来给爸妈做一些家具。先做个鞋柜，没找到好看的藤编样式，那就把整齐拆了自己编一个吧。开始做手工后，家里的垃圾都有了去处，这样一个藤编鞋柜就完成啦。接着来做个五斗柜，放袜子，再配张升降桌。
等打印好后拿出来的小零件要脱模组装起来，再给它刷上颜色，装上轮子，坐哪推哪，自由升降非常方便。新买的柜子也到了，虽然有安装服务，但自己也能轻松搞定。之前的柜子做工粗糙用料差，这回换上纯实木的更耐用，藤边柜门好看又透气，隔板可以自由调节高度，爸妈的靴子也都能放下，边角打磨圆润也更安全。安装斗柜一定要固定上墙，避免小朋友在附近玩耍发生意外。最后简单收个尾，先来给衣柜做个推拉门，格子门制作简单又好看。最后刷上木蜡油，不仅好看还能防腐。然后用西瓜皮来做纸，要加水稀释方便抄纸，用防蚊纱和小木棍来做个造纸框，将纸浆搅匀后简单抄个纸。西瓜皮做的纸会有些浅绿色以及小小的肌理感。最后把门安上衣帽间就完成啦。最后来改入户门，因为外面是乌漆嘛黑的走廊，所以掏了3个洞想借点光。接着刷上自己调的木漆漆，画点竹子装饰一下，最后用荷叶把入户门装上。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准备执政上岗，买6根4×6的方管才花了200多，先用机床切8个连接铁片，终于明白什么叫削铁如泥了。再给钢管和铁片打8毫米的孔，后期将床板和床架用铁片锁一起，清理下操作台就可以开始焊接啦。先点焊拼起框架，确保矩形对角一致，然后焊里面的小横杆，要把缝隙焊满。焊完后把焊疤打磨平整，焊接处喷漆防止生锈，贴个45度斜角避免磕碰，这样床架就完成啦。最后简单收个尾，装上防滑垫，接着就可以开始组装床架啦。这下床够结实了吧？包上防撞条，再车个包边，放上床垫，最后布上老妈喜欢的4件套，手感很舒服。选了樱桃木的床头柜，藤边柜门好看又有质感。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站在爸妈肩膀上，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。这样的世界，我也想让他们看看，带他们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当他们惊讶卧室还能这样时，又惊喜又开心。这一刻，突然觉得长大真